王娶了一方又一方是见色起意吗？完全不是啊，那都是有算计的。他娶的呢根本不是老婆，而是资源、靠山、护工和武器。他这一生的四房太太啊，完美对应了他商业帝国4个不同阶段的核心需求，这才是豪门联姻背后啊最冰冷的真相。这故事的开头呢，是一出凤凰男爱上了富家女的经典戏码。那时候的何鸿燊呢还不是赌王，他只是一个家道中落、富有一副好皮囊的破产贵族，而他盯上的猎物呢是当时澳门街第一美人李婉华。这李婉华是什么背景啊？他的家族呢是澳门显赫的律师世家，祖父呢是葡萄牙高官，父亲呢是澳门唯一的华人公证人，这是真真正正的老钱家族，是顶级的白道资源。于是呢，何鸿燊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啊，他苦学葡萄牙语，每天在李婉华放学的路上去刷脸制造浪漫。不谙世事的白富美哪见过这种直球帅哥呀？很快呢就坠入了爱河，不顾家人反对，毅然下嫁。这场婚姻给何鸿燊带来了什么呢？是爱情吗？不是的，是启动资金和人脉入场券。结婚第1年呢，他就靠着岳父的人脉啊，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00万澳元。更重要的是呢，1961年啊，当他准备竞标这个澳门赌牌时，李婉华家族的贵族身份和葡澳的背景啊，使他能够和霍英东等人组团，并最终战胜了老赌王叶汉的最关键的政治筹码。可以说呢，原配李婉华呢就是何鸿燊的天使投资人，帮他完成了从0到1的原始积累。然而呢，天使投资人很快就不够用了啊，何鸿燊拿下了赌牌，但他呢也成了全澳门江湖势力的眼中钉，暗杀、恐吓、砸场子等等等等，各种手段那是层出不穷。而他的原配李婉华呢，偏偏就在此时啊患上了怪病，身体垮了。更重要的是啊，这李婉华的贵族身份啊，能帮他上庙堂，却解决不了江湖的麻烦。何鸿燊呢，迫切需要一股暗黑势力啊来帮他镇场子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年仅14岁的这个蓝琼英呢，恰到好处的就出现了。表面上看呢，她只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小舞女啊，但何鸿燊呢，这个人精中的人精啊，一眼就看穿了她背后那个深不可测的家族背景。蓝琼英的祖父蓝印南呢，是广东梅州的大户人家啊，而他的父亲蓝建义呢，更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何鸿燊看上的哪里是14岁的蓝琼英的美貌啊，他看上的是他爹呀、他哥呀，他背后那个能够为他保驾护航的隐形帝国。于是呢，1957年呢，36岁的何鸿燊就顶着重婚的骂名啊，搬出了早已废除的大清律例，毅然决然的迎娶了蓝琼英。这哪里是什么见异思迁呀？这分明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黑白通吃的政治联姻。而蓝琼英呢，也确实不负众望，成了陪伴赌王出席各种社交场合手腕强硬的虎妈，更是生下了何超琼这个最强接班人。时间呢快进到1985年啊，此时的赌王呢江山已定啊，原配李婉华呢早已是病入膏肓，而二胎蓝琼英呢，因为家族势力过于庞大，性格呢又是极其的强势，开始是隐隐有了功高盖主的势头。作为一个权力掌控者，何鸿燊最怕的是什么呀？是一家独大，他需要制衡。于是呢，一场堪称宫斗神来之笔的内部提拔上演了。他看中了原配李婉华的私人看护陈婉珍。为什么是他呢？因为他安全。陈婉珍出身普通啊，相貌平平，性格呢更是低调隐忍，他没有任何的家族背景可以依仗，他的所有恩宠呢都是100%的来自于赌王本人的施舍。他将这个小护工扶上了3胎的宝座，就是为了恶心和稀释二胎蓝琼英的权利。他在用这种方式呢向所有人宣告啊，我才是那个制定了游戏规则的皇帝。陈婉珍不是联姻，她只是一个用来平衡后宫的最听话的妻子。然而呢，陈婉珍这颗棋子啊，这个战斗力啊还是太弱了。这到了1986年呢，65岁的赌王呢又腻了啊，他需要一股新的、更年轻的、充满了活力和野心的力量来制衡那个日益强大的二房集团。于是呢，26岁的舞蹈老师梁安琪登场了。这个女人啊，那更是个狠角色啊。这赌王一开始呢也是想保养她的，提出呢给她每个月10万块钱零花钱，结果梁安琪呢直接拒绝了啊，我不要钱，你教我做生意。好家伙啊，这野心呢简直是写在脸上了。而赌王呢恰恰就爱他这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啊，这不就是年轻版的自己吗？于是呢，梁安琪成了4胎，她不是妻子，她是赌王亲自挑选的，用来守夜和开疆拓土的新合伙人。赌王教他经商，给他股份，让他进入澳娱的核心管理层，他成了赌王晚年最受宠也是战斗力最强的王牌，更是二房何超琼呢在争产大战中最强劲的对手。所以啊，咱最后呢得用一个金融学的概念啊来总结一下这个赌王的这4房太太。何鸿燊呢，他根本不是在娶老婆，他是在构建一个完美的资产投资组合，他用自己的一生呢来对冲风险。原配李婉华呢是他的天使轮投资加蓝筹股，提供启动资金和贵族信誉，风险低，门面好看，但后期增长乏力。这二胎蓝琼英呢是他的杠杆收购加黑帮信托，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地下资源，帮他清扫了所有的障碍，奠定了帝国的基石。3代陈婉珍呢是他用来稀释股权的现金奶牛，风险为零啊，回报不高，但是胜在稳定和听话，是完美的平衡工具。4代梁安琪呢则是他的风险投资啊，他投资呢是他的年轻野心和执行力，是他能够为自己呢带来未来收益的高成长股。他用这4种截然不同的资产配置，完美的锁死了自己的商业帝国，让任何一方的暴力呢都不至于啊让他是满盘皆输。这才是赌王2字背后最冰冷也是最高明的算计。而那些妄图在豪门里寻找真爱的女人呢，从一开始啊就注定了是这场游戏的输家。